说起石头成精的存在，猴子自然是最有名。传说乃是女娲补天的五彩石，历经万年吸收日月精华化形。可你知道吗？在远古神话中，还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女神仙，同样是顽石得道，比孙悟空老了1万万年，在混沌之中便已诞生。封神原著中曾说，此时生于天地玄黄之外，历经地火水风，炼成精灵。又有诗赞曰：天然顽石得机仙，结就灵胎以万年。在古代神话之中，山川草木皆有灵，但想要脱颖而出，无疑是万分艰难。人族为什么是百足之首？就是因为先天便得了智慧，成长起来的几率大大增加。飞鸟鱼虫想成精就困难多了，而普通的石头成精，数遍神话历史都找不到几个。灵明石猴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位，通变化，识天时，知地利，能移星换斗，如来佛祖都是赞叹有加。而这位同样是石头成精的女神仙，乃是大名鼎鼎的石矶娘娘。但凡看过哪吒传奇的小伙伴，相信都不会忘记这位。石矶娘娘在仙界中的资格很老，毕竟是混沌之初的顽石得道，修炼了1万年化形，再修炼不知几万年才位列仙班，拜在有教无类的截教通天教主门下。封神大战虽然把三教的狗脑子都快打出来了，但对于始终紧闭洞门的石矶娘娘似乎并没有什么影响。她始终谨遵圣人教诲，同时作为石头得道，也耐得住寂寞。住的地方名叫骷髅山白骨洞，一听就不是什么洞天福地，所以也不会有人闲的没事去找麻烦。石矶娘娘就这么带着2个童子乐得自在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等到封神结束，天庭众神归位，石矶也算得上有数的大能神仙。毕竟在漫天神佛之中，能被尊以娘娘的称呼，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另外的娘娘都有谁？女娲娘娘、后土娘娘、三霄娘娘，哪一个不是3界赫赫有名的人物？石矶娘娘也算是截教的2代弟子，在圣人之下辈分也算是第一档次，普通人拍马也比不上。按理说应该是能安安稳稳的度过此劫，但人倒霉了，喝凉水都会塞牙。神仙也一样，在离骷髅山不知道多远的陈塘关，某个无法无天的家伙刚刚抽完龙筋，觉得不过瘾，又从家里翻出来1把弓、3支箭，紧接着想都没想就射了一发。这武器可不简单，名叫乾坤弓震天剑，乃是上古神器。常人连拿都拿不起来，也亏得哪吒神力让这吃了万年灰的宝贝再次大放异彩。但倒霉就倒霉在这震天剑太厉害，射出了108000里，来到了远在天边的骷髅山。要是射到石矶娘娘倒是没啥事，毕竟一把无主神器，要是能远隔万里诛杀金仙级别的人物，干脆也别在洪荒世界混了。可偏偏石矶娘娘还有2个童子，分别叫做碧云和彩云。正采药呢，就听远处传来呼啸之声，彩云童子甚至还没反应过来，眨眼的功夫，碧云童子就倒在了一边。石矶娘娘发现之后，早就已经无力回天。她虽然是顽石得道，但并不意味着跟石头一样没有心。相反，石矶跟绝大多数截教门徒一样，有情有义，极为护犊子。在发现剑石上有陈塘关李靖的落款后，更是火冒3丈，七窍生烟，大骂李靖忘恩负义。不为别的，只因为石矶娘娘从辈分上算，还是李靖的师姑。当年李靖在渡恶真人座下学道，却迟迟未有建功。石矶娘娘见他可怜，便给了李靖一个下山辅助帝王的机会。换个角度来看，哪吒一出生就锦衣玉食，多少得感谢对方。石矶娘娘立马就去找李靖讲理，李靖还算是挺尊师重道的，并且能干出这种事的人，整个陈塘关就找不出第2个。转头李靖就拉着哪吒去赔礼道歉去了。到此，事情其实还有一丝回转的余地，但哪吒因为太心虚，为了逃跑把另一个彩云童子也打死了。这谁能忍？即便是石矶娘娘是顽石得道，也忍不了了。二话不说就要哪吒的命，两者的法力修为天差地别。即便哪吒把乾坤圈、混天绫等法宝全然祭出，也是伤不得对方丝毫。但这一举动却为他延续了性命，因为乾坤圈是谁家的东西，石矶这种大佬一清二楚，所以想要趁机对太乙真人发难。毕竟当时截教、阐教2家争闹矛盾，而且这一次也是哪吒不占理，不讨回公道，怎么说得过去？太乙也适时的出现，但却丝毫不低头，张口就是骂石矶是低贱的石头精，高高在上，不可一世，并且找好机会用9龙神火罩偷袭。石矶的法力绝对不比太乙低，但奈何没背景，在截教也就是个打酱油的角色，不比太乙真人贵为12金仙，法宝神通无数。在封神的世界当中，法宝对于战力的提升是巨大的，手持先天之宝，凡人也能吊打大罗金仙，更别提太乙真人无耻的下死手搞偷袭。石矶娘娘可没想着赶尽杀绝，或者说截教的大部分门人都是顾及同门情谊，对3教弟子都是手下留情的，大多数都是先擒拿再发落。可惜阐教自诩玄门正宗，做事却丝毫不讲情面，行事毒辣和魔道不无两样，更有打得小的来老的，圣人对小辈出手的优良传统。于是明明是哪吒行凶杀人，石矶娘娘却悲催的神死刀削，上了封神榜。石矶娘娘作为石妖，非常受阐教仙人的鄙视。阐教把山川草木、花鸟鱼虫、各种飞禽走兽所修炼成的神仙，通通列为不入眼的垃圾。
自认为高人一等，却偏偏在公平较量中屡次三番被吊打。太乙如果在三霄娘娘面前，屁话也不敢多放一个，直接就是被打死的份儿。石矶娘娘虽然境界不低，但奈何没有背景，虽然是截教的一员，却不是核心弟子，只是外围的散仙，出了事也不会有人报仇，所以太乙真人才会下手如此毒辣。可怜石矶娘娘万载临时得道，化为人形已殊事不易，比猴子出世还要艰难，历经成千上万年，修得三花聚顶，武气超远，得了金仙的道果，比12金仙丝毫不虚。只是修行界也讲究才履法地，石矶娘娘就一件辅助法宝八卦云光帕，比起哪吒都差远了，又怎么对付得了太乙真人？虽然跟猴子是同样的来历，但命运可谓是大相径庭。猴子被菩提祖师收徒，被如来佛祖预定成取经人，有靠山就是爽，即便受苦受难，但性命却是伤不得。石矶娘娘万载修为，最后却是被九龙神火罩烧成礁石。不过石矶娘娘最早的出处乃是三教搜神大全，在其中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魔王，原型也是个石头精，是为祸人间的妖魔头领。因天下魔族泛滥，玉帝大怒，哪吒奉命下凡投胎降魔而生。小小年纪的哪吒神通广大，大闹东海，脚踏龙宫，并斩杀了9条恶龙，还把左战的东海龙王打死。后来使用如来弓箭射杀了石矶的孩子，最后邪恶的魔王石矶也被杀死。石矶娘娘在封神里虽然是小角色，但在民间传说之中却是来头不小。三教搜神大全中，她是群魔之首，真武大帝的死对头。真武大帝有多强？那是仅凭一己之力，荡平北俱泸州这个妖魔丛生之所的狠人，是专门负责斩妖除魔的大帝。石矶能跟对方相应，足以见证他的强悍。如果是这个时机，恐怕太乙真人得夹着尾巴逃跑。大多数神话故事中，石矶娘娘都是作为哪吒的宿敌出现，二者一个是顽石得道，一个是灵珠子转世，背景就是天差地别，也难怪后来的命运那么悬殊。魂归封神榜后，石矶娘娘被姜子牙封为月游星君，也就是星宿中的一员，地位不大不小，也就是背景版的角色。那么对于石矶娘娘，你又怎么看待呢？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